OK，那这期节目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小米15 Ultra 和 vivo X200 Ultra 的这两个复古的手机壳。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并且上架了啊，这两个壳呢长得也是比较类似吧，所以呢我就出在一个视频里面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一些功能和使用方法。那从这个外观上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跟 iPhone 的这个复古系列的这个设计语言呢是非常接近的。就是这 iPhone 系列，我们也是用的太原色。那这个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沿用，但是不同的地方，我是觉得在于这个vivo X200 Ultra 和小米15 Ultra 的它的这个大的这个圆形 Deco 更加的能够适合这个设计语言风格。那你像 iPhone 的话，它这个就是方形的一个摄像头，对吧？看上去也比较协调，但是呢，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手机壳更加像这个复古相机，那其实还是要用圆形的这个 Deco。包括从顶部看，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种相机的那种镜头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手机壳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做的算比较完美了吧。OK， 那从这个结构上呢，我们看到是一样的，都是太原色，上下的边条，这边是科技纳米皮的一个材质，然后这里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区别是新附赠了一个 UV 的保护玻璃，甚至你还能看到一些淡淡的这个镀膜，它是有防水疏油涂层的，然后呢，能够很好的起到保护镜头模组的一个作用。因为之前的用户很多都会说这个金属的镜头盖啊有点麻烦，虽然能保护镜头，但是呢每次拍照呢都要取下来，所以呢，这个版本呢我们直接就升级了这个透明的 UV 保护玻璃，既好看，起到装饰的作用，它其实是一个装饰圈，然后呢这里面加入了一片保护玻璃。好，那这个手机壳该怎么安装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包装里面呢，我们这样取出来这个手机壳。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两个上下的边条拆下来，上边条比较好拆，直接拔下来就可以。那下边条呢，我们注意是从这个方向拔一下，也就拿下来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手机壳呢翻过来，把我们的小米15 Ultra 从这个摄像头这块放进去。为什么是从摄像头这块呢？因为这边带了一个 UV 保护玻璃。那我个人建议啊，是从这边装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这里只要轻轻的一摁进去，好，那这个手机已经装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把这个上下的边条再重新的安装回去，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好，那这个呢，手机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是小米的15 Ultra。那接下来呢，我再装一下这个 vivo X200 Ultra。好，那这个下的这两款手机都装完了，乍一看其实还是比较像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细节，可以能分辨出来。像这里呢，带闪光灯的就是 X200 Ultra， 那这里呢是带一个 Ultra logo 的呢，就是小米15 Ultra。包括我们从那个摄像头模组上也能看到区别。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如何拆卸这个 UV 保护玻璃。其实跟官方的手机壳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按住这里，然后拧一下，就可以拆下来了。那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附赠的这个转接环，我们是 T 卡口的一个转接环。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红点的这个位置啊，大概是在朝上的这个位置，然后按下去转，听到咔嗒一声以后，就可以安装完成了。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安装我们的这个 T 卡口的这个镜头，看看是多少焦段，75毫米微距镜头，然后对准卡口，好，拧紧，这样呢就安装非常方便。当然呢，也可以安装滤镜。因为这边的一圈呢是带滤镜这个67毫米的螺纹的，那我们选择一个滤镜，只要这样拧上去 ，OK， 那这样的滤镜也完成了。这样的形态啊，其实还是显得更加的专业。首先从这个外观上长得像一个复古相机，然后呢，你还能通过转接环的这种形式装上这个滤镜，所以呢，这个手机壳我觉得设计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好，然后我们其实这一个产品。OK， 然后我们这个系列的产品跟 iPhone 系列其实有一个设计上的一个改进。我们上一代 iPhone 如果要更换这个手柄该怎么做呢？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皮革的皮套手柄，它就需要把这里拆下来，然后再把这个皮套的手柄套上，才能够去使用。而且你整个的皮套手柄它的体积相对来说是大一点，不是很便携嘛。而且现在又是夏天。很多用户其实并不愿意在上面再套一层这个皮套啊，可能会影响散热。好，那这个呢，我们其实也想到了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在这个小米和 vivo 的这个手机壳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改进，就是一个新的
磁吸的快拆手柄。其实我们个人感觉手柄这个东西，不需要特别的大，只要说提供一些手指的一个靠的一个位置，增加握感，基本上就 OK 了。所以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快拆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边条这里是有2个快拆孔的设计。其实呢，在这里埋有2个磁铁，那这里呢也有2个相关的定位磁铁。我们怎么安装呢？非常简单，我们只要这样靠近，然后往右边滑，让这个卡口卡进去，这个时候磁铁也会相应的把它吸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手指只要再稍微动一下，它就卡到位了，就非常简单。而且这个时候你握持，因为你的受力方向是往这个方向的，所以呢，怎么晃它都是不会掉的，稳固性还是非常好的。那如何拆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在这个位置往前去推，把它推离这个槽位，就 OK 了。我们可以再看一遍，再推，就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操作方式。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可以日常的放在包里面，当你觉得要增加拍摄手感的时候，你就日常这样拍摄就 OK 了。这里呢，我们其实 vivo 上也是留出了这个拍照按键的一个缺口的。那你在这个手持的姿势下面再进行拍照，你看是非常方便的，对吧？我这样就可以单手的进行操作，还可以进行调节。那这个呢，是我们针对这个版本的复古手机壳做的一个改进，就是快拆的磁吸手柄。好，那同样的，在这个包装里面呢，还有一个快拆的冷却接口。那这个冷却接口呢，也非常简单，这里有2个卡口，然后这里有2个卡口，这里是一个固定的拨珠的位置。我们只要按压进去，然后往边上一拨，它就卡到这个槽位里面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安装完成了。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安装麦克风啊，或者是补光灯啊这些相关的设备。那关于这个手机壳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点在于它支不支持 MagSafe 呢？答案是支持的，磁吸力度还是非常 OK 的，非常牢靠，非常的紧。装完以后，你就可以这样实现支架的一个功能。当然，你也可以装上我们的这个环形补光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磁吸的支架，你自己购买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你会发现这个手柄装上以后，包括你这个滤镜转接环装上以后，并不影响 MagSafe 的这么一个安装使用。所以呢，它这个位置设计的也是刚刚的好。包括像小米15 Ultra 的这个壳，其实也是一样的，非常的紧。这个磁铁我们用的是非常大力的一种磁铁，应该是市面上算非常强的一种磁铁，强磁了。你基本的甩动是甩不掉的。说到这个转接环，肯定有用户会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这个 T 卡口是你们自己的一个标准，那如果是用了你们这个手机壳和这个转接环以后，那我官方的这个镜头该怎么办呢？那其实在之前我也预告过，其实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小东西，就是 vivo 的这个镜头卡口转到我们 T 卡口的这么一个结构。那这个件呢，我们也做出来了，我们小批量的会销售一些。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购买。那这个东西怎么装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的这虽然有3个卡口，但是这3个卡口它的宽度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卡口是靠近这个白点的这个卡口呢是最宽的，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呢，也要对应去装这个最宽的这个卡口塞进去，然后再进行一个旋转。但是这样旋转上以后，你会发现，好像并不是很紧啊，卡不住，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设计了一个叫做基米螺丝，它里面有一个小螺丝。你需要使用我们附赠的这么一个6边形的一个小扳手吧，然后塞进去，然后拧紧 ，OK， 就可以实现这么一个转换。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官方的这个镜头啊，转到我们的这个 T 卡口的手机壳上，就是这样。当然我这里可能装错了啊，你应该装的是长焦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装这个。对啊，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形态的复古外观的 vivo X200 Ultra。这个概念不知道怎么样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注意的点，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这里用的是基米螺丝，这个螺丝呢其实也是硬的金属材质，
所以呢，在这个挤压的过程中，它会压紧你的镜头的表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痕迹。如果说你对这个特别在意的话呢，其实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使用这个。如果你是觉得无所谓 ，OK， 我只是希望就是说能用这样一套复古的外观的相机加上我的这个镜头，那没问题。所以呢，这个安装方式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是用的机米螺丝紧固的一个方式去做压紧，就是这样。而且装上这个以后呢，整体的这个外观协调度还不错。如果不说的话，你可能觉得它整体就是这样，不会注意到底下的这个转接键。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小米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 vivo X200 Ultra 和小米15 Ultra 的这样两款复古风格的手机壳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那肯定有朋友之前也会问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你们没有去做这个 iPhone 的这个控制条呢？那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没有去开发安卓版的精影相机，那这个工作量其实对我们来说确实比较大，兼容性我们也做过评估，很难去做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第二呢，如果是要想完美的实现这些控制条的一些功能的话呢，肯定是要跟官方去深度的合作，比如说我们跟努比亚相关的合作就能够实现这个控制条去跟他们原生相机去做适配，但是呢 vivo 跟小米这边我们还没有去做深度的一个合作，所以呢这个控制条如果说我们只是实现简单的拨杆和这个快门，不能够去实现更多的一些自定义操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所以呢在这两个版本里面呢，我们没有去做这个控制条这么一个功能，只是简单的实现了这个手机壳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希望呢，在未来呢，我们是能够有机会再去设计更多的一个相关的配件，去让这个手机壳的套装实现更多更强大的功能。好，那这一期节目呢，就大概讲解到这里。如果你对这两个手机壳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